你的下一台高性能车何必是燃油车？我停车的边上一台911 Targa 992的 Targa， 然后看看我的车停在这里。我靠，200让，哇靠，200不怎么样，180，180， 200不怎么样。现在继续，已经是120解除了，很棒。前面车就那么多，车流很大。看看啊，因为车流大，我们才没有开到300啊。120解除，我看，哇，冲啊，200，220了，我靠，240，我去，我靠，好呀，各位早上好，一直没空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台买不着的 M3 Touring，so 我们来稍微简单的说两句，好吧？首先是关于尺寸方面的，你看啊，因为酒店停车停一天要30，我都一般停在酒店边上的小区啊。欧洲人民的停车间距是非常小的，就是这么挤着进来的，所以 M3 这种4.9米不到的车身就显得非常舒服了。再有呢，大家要求那个车轮胎必须要上这个路牙线，所以如果你做一台2米宽的车，你停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如果今天你的车像 M3 这个尺寸的话，我觉得就非常合适了。再有，大家对出游的狂热追求会让你的后备箱要求变大。M3 其实的后排非常的小。来，后排空间看看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。后排的娱乐设施，当然这是租车公司的车，也仅限于充电吧。哈哈哈哈。这个后备箱容积特别棒，在之前的视频里面，他们可以塞下一台冰箱。完美，然后这底下还有一个比较深的空间，可以放点私人物品。这里还有一个深草，下面放的是拖车钩。我们的后备箱，这是 M3 Touring 的后备箱，这是个32寸的箱子，这是个20寸的箱子，这是一个28英寸的箱子，然后1个书包、2个书包、3个书包，我们都可以塞得下来。但是这台车的车机系统是最新的 ID.8， 然后它的抬头显示做的也非常棒，然后挡杆啊这一块虽然没有碳纤维，但是那个非常宝马的元素都在，所以其实也挺好看的。然后在一些细节方面，比如说杯架呀、点烟器，当然这个很传统就不提了。USB 接口给的也是够的，如果你嫌这里丑，传统车还是可以把它这样放下来的。所以其实整体的质感，你看我这样一放之后，是不是就又还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是座椅啊，这一套座椅不是那个碳纤维铜椅，那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是租车公司给你的。但是这个座椅其实舒适性啊、夹紧性啊，包括这个位置顶出来的支撑感做的都挺好的。然后在黑暗中，这个 M3 的灯还是会单独点亮的。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些细小的设计啊。然后你至于说内饰的材料什么的，我觉得宝马已经没有办法看了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露出来的这种非常突兀的氛围灯，这个水平是挺差的。当然了，这也跟租车公司的租车有关系啊，这个皮质非常差。但不过好像德国大家已经对真皮啊这东西无感了，反正大家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这种假皮加上这种假的缝线，反正对这台车来说无功无过吧。然后仪表相对于它设计很好的 HUD， 我觉得它的仪表屏的设计其实就显得有一点过分的拉垮了，就很丑，看不出来什么有效的数据。看，不要小瞧宝马，人家做的红绿灯识别，而且这个高度做的是准的。啊，对，然后也对实际驾驶起来帮助不大，我基本上都是不看的。然后开车嘛，当然是这个样子了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是很重点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们选择 M1 的话，我们可以把 Engine 选择在 Efficient， 然后 Transmission。你看它有非常复杂的选择 D1、D2， 那换的速度都会有一些变化 D3。个人觉得整个 Chassis 在 Sport 的模式下，其实尤其是欧洲这种石板路很多啊，反而开起来那种滤震性有，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绿格要感觉还挺爽的。但反而如果选择在 Sport 的话，那种丝毫毕现会让你车内觉得稍微有一点颠。
好吧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区别。然后至于转向的话，我个人还是喜欢，M 在这个康复的这条转向，因为不激烈驾驶的话，这个转向不管是力度还是回正还是中心的感觉，其实都是我乐于用的那种。车机方面基本废啊，你就用 CarPlay 吧，那个就原生的导航系统还不错，其他东西做的都相当的一般。全程242公里，大约需要2小时24分，预计晚上6点48分到达。M3 Touring 感受如何？没有1.5好。但是特别能装，尤其是在城市里头，这个顿挫感，对吧？远没有电动车带来的舒适。但是后备箱是真的能装，我们32寸加28寸加20寸加3个包，还能再塞一个包。